说你们集体早退？那上班得有时间观念呀。老板看我们总迟到啊，就告诉我们在公司要有时间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下班就提前走，保证到下班点的时候人已经在家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上班得准时到公司，那下班也得准时到家，很公平啊。那同事们预留出通勤时间，保证下班即到家。我们离家近，就晚点走。你像这哥的话，他家离得就远，就得提前一点。这玩意儿。下班打卡成功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下班打卡成功。这怎么还有刚来就走的？他家住得远呢，刚到公司就得打卡下班回家，要不回家就迟到了。感觉你跟上下班界限分得挺清的。那我认为家就是原配，公司最多算小三儿，就得跟公司保持边界感，纠缠不清，最终害的还是你自己。这上班就跟考试是一样的，到点以后不管你做没做完，你都得做。工作也是一样。哎，你不下班了吗？对呀，拜拜我。这样不会耽误工作吗？那也比让工作耽误生活强啊。你看，这就是准点下班带来的好处，离婚率都下降了。离婚率？你比隔壁老王还早下班，那离婚率不就下降了吗？我们需要中午休息，一天下来就上几个小时的班，还是挺轻松的。到点了，走吧。我能先走吧，客户让我晚上加班改方案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按照规定罚款就可以了。如果人人都这么计较，那和我这个当老板的有什么区别呢？老板，我回家迟到了，你给我加班费。听说你们公司上班要带对象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吃饭有饭搭子，那上班也应该有班搭子。班搭子为了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嘛，让异性的同事坐在一个办公桌上办公，有效果吗？你这斗志多高啊！到下班都不想走呢，没想到这上班还带包分配对象的。胖哥，这个怎么做呀？来了。你们这么做有对象的怎么办？有就有呗，搭子又不是对象，你得主打一个陪伴。那有对象的还天天处搭子的，不有的是吗？我要换搭子，我搭子跟后面人加微信一点也不关系。交流工作啊！不用管管吗？不用管，又没结婚，还能离咋的？就是业绩最好的可以优先挑选搭子，非常公开透明，就是比较容易让人误会，知道的是上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不正经场所呢。我觉得可正经了，都是为了工作。你看大家工作热情多高，俩男的还搭上。我搭咋跟别人坐一起了？你这个月业绩不好，你搭子跟人跑了。这么现实吗？反正也不全是好事儿。他对象知道他在公司有搭子，现在要跟他分手呢。胖哥，我该咋道歉啊？道歉你不能光用嘴说，这不正好快七夕了吗？你再送个合适的礼物。我看他每次头发还没吹干就来上班了，你不如送飞科高速吹风机作为礼物，每分钟11万转超高转速，且出风口径大，速干的同时还不打结，还有智能恒温技术。不烫头皮不伤发质，再加上2亿加的负离子，吹完头发柔顺又有光泽，而且它只有360克机身重量，女生手持也不累。飞科还贴心准备了7喜专属礼袋，可以表明心意。谢谢闯哥，那我也试试。不过你咋知道他头发没吹干啊？我跟他搭过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？简直胡闹！同事们的关系现在比店里还乱，你把同事当什么了？老板，我错了。给吴总裁办加个座，给我也搭一下。听说你们在招聘老板？给公司换换血。老板让他负责招聘，说给公司换换血嘛，结果他把老板的岗位挂网上去了，都招好几个了。老板说了，把没用的都换掉，那最没用的不就是老板吗？所以我想给公司换个好老板。知道我来面试公司老板。你去那边等一会儿。主要是来应聘老板的那真不少啊！第二天老板一来，办公室坐了一溜老板，全是同行。我觉得整个公司性价比最低的就是老板，拿最多的钱，干最少的活，还不如招个新老板，年轻有干劲儿，还听话。你这样老板应该不干吧？他不干，有的是人干，最不缺的就是人。你们也支持他这么做吗？我狼性文化嘛，这就像吃鸡大逃杀一样，你老板也得适者生存呢。这应聘面试的全都排到楼下了，你等一会儿开始面试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呦我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方便问一下你们面试的标准是什么？员工上涨工资你怎么办？涨，你通第一了。你通过了。那入职又不选金。你是老板，你自己定。你面试老板，你有什么优势吗？我啥也不会干，但是能挑毛病。明天来入职。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？老板都这个德行，你怎么这么横？老板就是太没有竞争压力了，所以进步才慢。不过赵老板这招也挺新奇的，也不知道他咋想出来的。我震你一刀！我是觉得一家公司长期挣不到钱，那就说明该换老板了。就像打今天刚公测的永劫无间手游，选个好老板就跟选武器一样，武器要是品质不高不成熟，你拿什么和别人拼？说的就是呢，你武器品质都分高低，更何况老板呢？你说是不？只有选的好老板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吃鸡，要不 AI 队友都输出都比你高。那你觉得什么是好老板？我觉得不想当老板的老板才是好老板。我不想当老板。老板来面试。
你看我行吗？大爷，你不在楼底下看门，你咋也来应聘老板？涛儿，我有资历，我也想走一步。天天中午蹭我们外卖，从前排蹭到后排，转圈蹭，跟贪吃蛇似的。同事都点饭了，我再点，那不浪费吗？还报警说公司进贼了，他们没吃过饭呀，心眼那么小。那你经过他同意了吗？他就没问过我们呢。上次还让我们抓个现行，还当着我们面吃完的，还要拿我香芋片。我说你拿着滚吧，我们就当喂狗了。你听听，吃他们点东西还当喂我了，那事都发生了，他们就欣然接受呗。蹭同事看你不会觉得丢脸吗？先填饱肚子才会在乎面子，我都蹭饭了，我还要什么脸？关键这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，同事们外卖一拿上来就缺一块少一块的，我们中午都吃不饱，他就没有点羞耻心吗？高甜的下午茶一碗还给冲走了。来，给你这个，我藏了点私房零食，这个是乐事原切香芋片，100%香芋原切，就是香芋本芋，薄切工艺，光一打都能打透，还这么一大片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你听这个声，每一口都是脆的感受。这样好脆啊，太过瘾了！一直吃一直脆，没有化在嘴里，不扎嘴也不掉渣。清爽清柠味儿，醇香海盐黑椒味儿都挺好吃。别说，小一点别让它腥味。哦吼，又吃上了，我尝尝。乐事原切香芋片真挺脆。你这样给同事造成的影响挺大的。他们就是矫情，我都定量取餐，每个人都吃一点，要保证他们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前提下，让我吃饱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也是一条老员工了，本质不坏，加以改正，一定能让他改过来。老板，你点的梅菜扣肉盖饭。梅菜扣肉，扣肉呢？我扣下了。梅菜呢？没菜了。你怎么？还有盖饭。老板派他去对面公司卧底当个眼线，结果面试就被人刷下来了。人事看了眼我的简历，就说我不合适，这太欺负人了。你把原公司写履历上了，这俩不是对手公司吗？我这人就实诚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那谁干卧底上来自报家门呢？门还没进去呢，就送回来了。我让当个眼线，就搁这丢人现眼了。可能是公司之间关系太敏感了，才不用你，你也别太难受。我怎么不难受？为了过面试，我还花2000块钱的找了关系，笔试又被刷下来了。他这2000请对面全公司吃了顿下午茶，你看看，感谢对面公司送上的下午茶，这哪是面试，这不给人送物资去了吗？为了提高入职率，我还特意选了看大门的岗位，没想到这么没技术含量的工作还这么挑人。他妈学谁了？我扶着咱俩练练。老鸡儿练练就练练。这岗位还是挺有含金量的，要不还是回原公司吧。回不去了。老板说为了真实一点，特意给我办了离职。他事儿没办成，但老板也满意了，说能摆脱小桃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。晚上还要请咱们吃饭庆功宴呢。这件事倒是给我提了个醒，对面公司不要的我也不要，不能让什么废物都进来。他是怎么想到这个卧底的计划了呢？老板，我有一计，咱们现在运营困难，我觉得可以让对面公司收购我们，这样公司就不是我的了。那咱们关门算了，集体去对面公司得了。我觉得可以去对面做卧底，把他们的业务全拉回来。我最近沉迷三国杀，跟军师庞统学的智谋。7月13日，三国杀 OL 手中篇开启，新武将谋庞统上线。7月13日上线，免费领取谋庞统100抽福利，一元签到还能领取谋庞统马6刺绣联动皮肤。你们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谋略取胜的快感。我刚才联系公司了，说再给2000，让你笔试也过了。那我能进公司了吗？下周我们会统一安排复试。又他妈2000呗！听说你们集体跳槽了？这是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。老板看隔壁公司业绩好，就骂我们无能，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人家员工是怎么干的。这不大家都过来学习来了吗？那实践是最好的老师，我觉得切身入职才能学到这东西，所以我让大家都辞职了。那你们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回公司？不一定，学无止境。不回去吧？回去干啥？一来了才知道，外面公司原来确实严呐，工资高，环境也好，你公司效率这热情的能不高吗？你等会儿接电话。谁呀？你老板，我让你们跟人家学习，不是让你们辞职的。你说话注意点，是钱老板，我怕谢老板听见误。接到电话了吗？狗叫，不义理。因为一句话把员工送到对面公司了，你后悔吗？没什么好后悔的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不够忠心，我对他们很失望。老板，我也想学习一下对面公司门卫是怎么看门的。那你走了公司谁看门啊？人生走没了，看鸡毛门啊！笑死。那你们来这儿学到东西了吗？学到了，人家业绩好是因为钱多事少，这环境也好，所以业绩不好先从公司角度找原因。休息时间到了，大家快来喝茶萃冷萃茶吧。你看人这福利，这茶萃用的都是好茶叶，是用冷萃工艺，用真茶冷萃。我最喜欢这个茉莉花茶口味，不仅有茉莉花香，喝着还有点甜甜的。茶萃中国茶怎么这么美？
咋来？大爷，毕竟是钱老板，你下得去手吗？我尽量不下私秀。